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。他獨自一人耗時3年時間，將無人問津的荒地改造成世外桃源，不但挖掘魚塘飼養雞鴿，還開墾荒地種植蔬菜，更別說之後更是承包了上百亩果園。通過自己的努力，成功在野外過上了闲雲野鶴的生活，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5顆。隨着時間来到次日一早，眼看今天的天气十分不錯，於是小李帶上背篓就匆忙趕往了果園。为了盡快籌夠搭建新家的資金，他打算將成熟的水果帶往集市出售。這種芭蕉的價格非常昂貴，據說在當地每500克就有1斤，而相比較遠在非洲的奧德標，他還有屬於自己的運貨自行車。但作為荒野界最強悍的男人，小李運貨只用他堪比卡車的雙腿，眼看每一串芭蕉都重達好幾百斤，因此在認真的挑選了2串之後，小李就急忙踏向了去往集市的道路。等從果園趕到集市之後，想到當地村民的購買力有限，於是小李又將一整串芭蕉統一分割，這樣不僅可以便於村民們挑選，同時也能讓水果顯得更加新鮮。如此善良而又貼心的男人，試問誰看了不想給小李找個班上？隨着成功完成了今天的售賣工作，只見小李在收起了自己的小攤後，轉身又在集市採購了一些蔬菜幼苗。考慮果園與老家的路程過於遙遠，他打算在新家重新開墾出幾塊良田，以此來解決自己的食物儲備。接着小李購買了一些開墾土地的工具，而後就麻溜踏向了回家的道路。等從集市返回到營地之後，小李先是給狗子準備了一些零食，而後就投入到了荒地的開墾。只見他先是用鋤头確定出範圍，而後又將地面的土壤重新翻了一遍。經過這樣重新挖掘後的土壤，不僅可以有效消滅內部藏匿的害蟲，而且挖掘過程中地面增加的間隙，還能讓土壤增加良好的排水與透氣性，從而讓種植的蔬菜可以茁壯成長。等做完了地面的翻土工作，小李就麻溜種上了今天採購的幼苗。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他種下的蔬菜就能長大成人。隨着又一天一覺醒來，天空稀稀落落的下起了小雨。考慮這樣的天氣村民們無法外出，於是小李也打算在家好好休息一天。眼看昨天開墾出的菜地還有很多，今天他打算將剩餘的空地全部種滿。不過在此之前，只見小李先是找來大量稻草，並將其均匀地覆蓋在土地表面，點燃之後，其大火的高溫不僅能做到消毒殺菌，而且燃燒完成後剩下的草木灰也能成為蔬菜所需的氮鉀肥。這就跟他們在家焚燒秸稈是一個道理，而且再加上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，飄出的煙霧還有除霜的作用。等稻草全部燃燒完成，只需順勢將表面的草木灰攪拌一番，就能種植下事先準備好的菜苗。相信有了如此肥沃的菜地，小李很快就能收穫到吃不完的蔬菜。在完成這些工作後的2個半周時間，小李不是在果園採摘成熟的果實，就是在去往集市售賣的路上。儘管這樣的生活十分單調乏味，但在每天的辛苦忙碌之後，好在還有可愛的狗子在身邊陪伴。對於向往着閒雲野鶴生活的小李來說，無疑是最舒服的生活方式。眼看時間才剛剛來到中午，接着小李一個閃現就來到了超市。為了不浪費這難得的閒暇時間，他打算捕獲一些小魚給自己加餐。隨着採購好捕魚所需的漁網，現在就能來到家門前的小河，將漁網輕輕地放在池塘內。而想到小魚們上鈎還需要一些時間，於是小李3兩下搭建出一個簡易帳篷。等時間來到後半夜，他才去查看今天撒下的漁網。都說在野外要懂得利用附近的資源，小李在這方面算是運用到了極致。隨着時間來到次日一早，小李帶上背篓就匆忙向着山下走去。本以為他只是承包了上百畝果園，沒想到山腳下還有屬於他的幾千坪農場。眼看農場裡的果實已經成熟，小李也打算將其帶到集市統一出售。如此勤奮而又踏實肯幹的男人，試問誰看了不想給小李介紹個女朋友？隨着摘下的番茄漸漸裝滿整個背篓，小李也麻溜踏向了去往集市的道路。由於山腳下就緊鄰着當地的菜市場，因此也讓小李比以往節省了不少路程。等從農場趕到了菜市場之後，小李就麻溜擺上了自己的小攤。可沒想到攤位還沒完全出好，就很快被當地的村民圍得水泄不通。看得出小李售賣的商品確實令人放心。隨着順利完成了今天的售賣工作，眼看今天的收益頗豐，小李在集市購買了一些零食犒勞自己，而後就急忙踏向了回家的道路。為了盡快住進親手搭建的新家，等從菜市場返回到營地，小李先是給狗子準備好美味的狗糧，而後就麻溜開始了庇護所圍牆的搭建。隨着圍牆快要來到封頂環節，考慮新家室內少不了通風採光的問題，因此在庇護所正式封頂之前，只見小李先是取出準備好的墨線，提前給室內規劃好窗戶的位置，等用木板規劃出窗戶的大小之後，就能將中間多餘的部分整體切除。等将頂部的最後一根圍牆固定上去，為了防止之前鋪設好的圍牆產生傾斜，接着小李麻溜切割來幾塊木條，固定在窗戶兩側充當窗框。隨着給新家室內開好了窗戶，此時天色也在不知不覺間暗了下來。
接着小李給菜地的果蔬補充了一下水分，而後就在庇護所內安詳地睡了過去。隨着时間来到次日一早，小李依然和往常一樣去農場裡查看是否有已經成熟的蔬菜。由於昨天售賣番茄獲得的收益不少，因此他決定先暫停銷售果園的水果，轉而出售農場裡成熟的蔬菜。這種花生的價格非常昂貴，據說在當地每500克就有1斤。只是短短一小會兒的功夫，小李就成功收穫到一大籮筐。考慮花生表面的泥土十分沉重，接着小李先是將其在小河裡清洗乾淨，而後就再次踏向了去往集市的道路。不知道是因為花生在當地十分稀少，還是因為小李售賣的商品質量太好，每個顧客来到小李攤前都要將袋子裝滿才肯罷休。隨着又一天的售賣工作完成，為了獎勵自己這段時間的辛苦忙碌，小李在回家的路上買了一些豬肉，而眼看回到庇護所時已是傍晚。接着小李麻溜在帳篷下升起篝火，將下午採購來的豬肉進行烹飪。隨着空氣中漸漸傳來美食的香味，就能將烹飪好的烤肉直接餵狗。此時天空在不知不覺間下起了小雨，於是小李在簡單的補充完體力之後，就站在帳篷內舒舒服服地睡了過去。由於當地正處在果實成熟的季節，因此在接下來的2個半周時間，小李不是在採摘農場成熟的蔬菜，就是在去往集市售賣的路上。這樣的生活對於其他人来說可能有些辛苦，但為了盡快籌集到搭建新家的資金，即使再苦再累，小李每天也要工作25個小時才肯休息。而隨着时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，之前在家種植的蔬菜也已經長大成人，考慮數量太多自己可能會吃不完，因此小李先是挑選出已經成熟的蔬菜，並將其統一帶到菜市場出售，這樣不僅又獲得了一筆建房的資金，而且也避免了食物的浪費。如此聰明而又勤奮的男人，試問哪個男人看了不想娶她當老公？隨着時間來到次日一早，小李帶上背篓就匆忙向着山上走去。在上次下班回家的時候，他發現這裡生長着大片野生生薑，為了盡快籌集到購買建材的資金，他打算將其帶到菜市場進行售出。都說財富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，果然在賺錢這一方面，小李可謂是十分勤勞。只是短短不到一小會兒的時間，小李就成功收穫到一大批野生生薑。而為了便於村民們挑選，只見小李又收集來一些竹竿，並將其制作成纖薄的竹篾，只需将生薑分批捆紮在一起，這樣不僅方便了村民們挑選，而生薑頂部特意留下的枝條也代表着食材足夠新鮮。隨着把收穫的生薑統一裝進背篓，小李也急忙踏上了去往集市的道路。等從山上趕到集市之後，小李急忙擺上了自己的小攤。雖說生薑是炒菜必不可少的調料，可想到使用時的用量不多，因此小李也做好了持久戰的準備。可不知道是這次商品的質量太好，還是因為遇到了飯店老闆，只是短短不到半小時的時間，小李帶來的商品就全部銷售一空。於是在收起了小攤之後，他就麻溜踏向了回家的道路。等從集市返回到營地，眼看天色尚早，而新家也快要來到峰頂的高度，於是在稍作準備之後，他就繼續投入到了新家的搭建。只見小李先是測量好門框的間距，接着另取一根原木將中間凿空。作為荒野建造界的满级強迫症，新家的每一處細節他都要親手把握。隨着在給圍牆定進加固的木栓，天色也在不知不觉间暗了下來。接着小李在庇護所旁升起篝火，並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小魚進行烹飪。儘管這樣的生活單調且乏味，但看着山間遠處的美景，再加上還有可愛的狗子在身邊陪伴，也讓小李覺得日子沒那麼苦了。等到又一天一覺醒來，小李轉身就投入到了圍牆的搭建。只不過唯一不同的是，這次採用的是更加粗長的樹幹，只有將原木一直延伸出門廊，才能打造出防止雨水倒灌的屋檐。為了在雨季來臨前住進新家，在接下來的2個半天時間，他不是在將原木轉移至屋頂，就是在繼續加高2側的山牆。雖說搭建的工作看上去複雜，但實際上我說白了，雖然我不是專業的，但只要給我一塊這樣的空地，再搭配上全套的電動工具，只需要2個半月時間，我就能將房子蓋得跟雞窩一樣。因為一開始就說了我不是專業的。隨着又一天的工作順利完工，小李在池塘舒舒服服洗了個澡，而後就躲在庇護所內安詳地睡了過去。等到隔天一覺醒來，想到前些天售賣生薑獲得的收益不少，於是他再次挖來了大量生薑，并將其帶到集市上統一售出。如此勤奮而又踏實肯幹的男人，試問誰看了不想給他介紹個女朋友？隨着又一天的售賣工作完成，等從集市返回到營地後，小李也再次投入到了新房的搭建。由於屋頂的海拔越來越高，出於对自身安全的考慮，這次他選擇在平地上處理原木，而至於處理木材時剩餘的木屑，也剛好充當今晚做飯的火力來源。接着小李往火裡丟進2個芋頭，以此當做今天享用的晚餐。在等待芋頭烤制的時間，勤奮的小李也不会讓自己閒着，哪怕是天黑的啥也看不見，他也要繼續完善山牆的加固，一直等到芋頭烤制完成，他才算是結束今天的工作。
隨着又一天天還沒亮，小李早早就從床上爬了起來。為了盡快住進親手搭建的新房，只見他連早飯都沒來得及吃，轉身就投入到了庇護所的搭建。得益之前儲備的原木還有很多，所以只需轉移到屋頂上方，銜接處再使用木栓進行加固。考慮頂部的閣樓少不了通風採光，為此在將山牆延伸出一定高度後，只見小李又取來幾根方木，在閣樓上確定出窗戶的位置。雖說搭建木屋的工作看上去簡單，但卻讓小李從早晨一直忙到了深夜。等到又一天一覺醒來，眼看今天的天氣十分不錯，於是小李帶上心愛的小背篓，就急忙向着自家的果園走去。考慮新家馬上就要來到封頂環節，因此還需先攢夠購買建材的資金。等從營地趕到了果園後，小李先是品嘗了下橘子的含糖度，確定其達到了售賣標準後，他就麻溜開始了水果的採摘。而光是看這色澤紅潤的樣子，就知道口感一定十分不錯。隨着摘下的橘子漸漸裝滿背篓，小李也再次踏向了去往集市的道路。由於這次帶來的數量不是很多，因此只是短短一小會兒的時間，水果就成功在集市銷售一空。想到家裡還有許多工作等着他幹，於是等從集市返回到營地後，他就着手開始了原木的處理。為了提前測量出屋頂所需的高度，只見小李取來一些細小的方木，三兩下制作出一個三角模具，現在只需再轉移到屋頂上方，就能確定出橫梁的安裝位置。考慮屋頂的山牆沒有樹項支撐，因此每向上搭建一層，都要用粗壯的木栓進行加固。除此之外，想到當地地處在亞熱帶地區，冬季溫和少雨，夏季狂風暴雨，為了避免雨水從屋頂滲進室內，他還特意將屋頂設計成雙坡式造型。這樣的結構除了能方便雨水順流而下，而且還能傳出額外的閣樓空間。隨着兩側的山牆成功達到理想高度，現在就能為其裝上最後一根主梁。隨着庇護所越來越有家的模樣，小李也終於能看到勝利的曙光。為了慶祝房屋主體順利竣工，只見他將木屑統統收集到一起後，就麻溜在庇護所旁生起了篝火。想到馬上就能住進親手搭建的新家，他迫不及待地煮上了一碗慶功面，甚至就連狗子都難得吃上了練習2年半的雞蛋。雖說新家現在沒網沒電，交通不便，但小李所追尋的正是這種閒雲野鶴般的自由。隨着又一天一覺醒來，小李先是為菜地的蔬菜補足水分，看着親手種植的菜苗越長越高，也讓他心中充滿了成就感。等做完基礎的準備工作，小李就再次踏向了去往果園的道路。在接下來的2個半周時間，他不是在採摘果園成熟的水果，就是在去往集市售賣的路上。雖說每天都重複着單調且乏味的工作，但眼看手中的資金越攢越多，也讓小李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期望。隨着後山種植的水果售賣完成，隔天下午，小李匆忙地下山了一趟。這麼做不為別的，想到太久沒去探望山腳下的老人，因此他先是來到了當地的小超市，並提前採購了大量米面糧油。看着小李給自己送來了大量物資，老人也是感動得說不出話。遇到小李這麼善良而又體貼的男人，試問誰看了不想給他找個班上？